我首先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傅师您自己的，我们看到您的早年的这些的经历，对您的信仰的建立和投身信仰自由的这种事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让您成为一个国际信仰自由的倡导者？这个当中，您从一个老师怎么转变成一个牧师，然后呢，致力于在全球为了中国的教会，为了信仰，您这样投身在这个事业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想了解一下。这确实是我们基督徒啊，每个人在我们的信仰里程当中都是充满着这个上帝的恩典所滴下的脂油是每一个脚踪真的是我们回头看呢若不是上帝特别的这个恩典的这个护理我们自己真的是无法可以策划，无法可以筹谋的。嗯。我本来是对，我是老家是山东这个高密人就是属于潍坊市，那哦。么也算是应该是属于这个叫天安门一带因为我本科是在山东聊城大学当时1987年我考的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叫聊城师范学院，所以本科读的是这个英语系。所以当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学生这个游行开始的时候，那虽然我们是远隔京城是在山东的一个这个偏僻的地方但是那时候也可能是这个是不是自己现在想起来是成长的经历也有一些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也许上帝的时间也就到了那就是我就感觉到无法再安静的在这个学校里读这个教室里边读书所以也组织了我们这个整个学校的乃至于我们整个聊城市的第一次的这个游行。您是一顺便个也是一个学生领袖。算是算是当时在嗯。我们那个学校，我们那个城市吧。那嗯。后来也组织我们的同学也去了北京在天安嗯。门广场呢，也安营扎寨了一段时间当时算是就是6·4前吧算嗯。是比较末期了。嗯。那么，那时候呢，确实是也经历了，不仅仅亲自有这个，呃，在我们高校有一些这个领导吧，这个学生的这个抗议示威游行那么而且呢，也自己确实深深的有这个体会就是说，自由的珍贵嗯。我们记得当时呢，其实北京也乃至全国那时候还经历了算是一小段包括这个结社是吧？我们把呃这个政府算是官方的学生会给把它解散了，那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的学生会。而且呢，当时你看有一段时间还开放了这个新闻的自由，是吧？那么嗯。学生的抗议什么都能在这些官方的这些媒体也都做了很深度的真实的报道同时呢，也真的亲眼见证了就是说，这些中国的民众公民的这个追求自由热爱自由的那个热情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我们在北京期间呢，正好赶上应该是叫6月的20几号不是5月20几号，528，好像528
叫全球华人大游行啊，那么围着北京的二环呢，完就是走了很多个小时。哦，当时看到北京的市民们啊，那沿途啊都是这个送冰棍儿送水送包子就是说，呃，那时候连小偷对都宣布也罢偷了，是吧？对，那我突然有之间。印象。对呀，突然之间，那个大家骑自行车互撞的时候，的路上也不再有国骂了大家都对对对是是一种，我想我们这一代是吧？那个孙牧师呢，你也是经历了当时的一切对对对，那时候但高中同学都相聚在北京，那时候非嗯，常大家非常的开心，那时候感是啊，是觉啊，自由的空气。嗯是是是，那么当然，天安门的就是屠杀即使枪声了，确实是是我们这个八九一代呢，就是在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追逐以个人或者说这个政治体制个人为导向的就是政府信任政府为主体的这个所谓的内部改革的梦想是彻底的，就是崩溃了，是吧？嗯，因为当对，时做的天安门广场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六四之前了，那虽然也是晚上呢，也有传来这个喇叭里边说到说是那个有什么军队什么从到某个路口啦，到哪个地方了，北京的郊区其实已经开始有派这些军人是吧？嗯就号召同学们去这里去拦阻一下堵一下，但是谁也没会想到就是说，我们当时还是这个，就是说人民的军队是吧？他顶多是过去，也许是威慑一下，或者说强行就是把你给嫁出去而已嘛，是吧？谁也不会想到。是真的是真枪这个就是真坦克的要去这个嗯搞个屠杀的行动所以我觉得说，当然大家都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个六四的这个悲剧这个屠杀，但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对我们那一代是一个生命的心灵的这个绝望和启蒙也是一种可以说上帝在这个废墟和悲剧当中呢，震醒了八九一代的这个灵魂。